瑜哪里关心中国民权，哪里关心民主自由啊？赖清德哪里关心台不台独？他只关心他的权利背后所带来的金钱。台湾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很多人腐败、表演、假人设发生在民进党身上。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这个利呀是利益的利。大陆人对大罢免的态度，你说你不是中国人是吧？你走两步，去大罢免，你走着走着，你这腿脚你就告别自由民主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海外的对于共产党的描述究竟是哪来的？你们一直都被骗了。就是海外的反共艺术表演产业链和岛内的民主诈骗产业链。就是我今天会用证据证明民进党及其盟友把反共当生意。这4个人以及国民党不是中共代理人，一个是王世坚，叫做权力的魔戒一旦戴上，那就再也戴不下来了。第二个是李敖，讲的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买拉夫妇一样，就是你只要跟美国买军备，基本上你采购是无底洞。第3个讲的是谢龙介，就是你儿子放屁就像在长大，民进党的大陆策略。最后讲的是黄国昌，讲的是一例一休，是民进党真的是辜负了台湾人。为什么馆长会受到大陆的欢迎？大陆人不熟悉民主，但是大陆人对政治是非常熟。馆长来到大陆，哪怕他说他是真反共、真抗中，但是他头脑简单，他是真的做这件事，大陆人都会敬佩你。在大陆，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要讲政治安全的，我们连春晚都要讲政治。最经典的就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一部连续剧，叫《卖拐卖车和功夫》，就是它上联叫做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党，下一联叫遇见党一致谢谢呀，叫横批叫做自学成才。所以我们当大陆当馆长愿意遇见党一致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就会是自己人。就是大罢免的剧本，大陆人基本上都是能猜得到，台湾人要对自己的状况有点了解。台湾最大的价值是全球民主华人公民社会的行动典范，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绝对是一个井底之蛙。这个我不喜欢用贬低人的词，但这个词是对的，就我用的我觉得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在潜伏里边的已经写很明确，就是为什么要撬中国人的竹杠，要不是为了这点特权，谁愿意搞民主啊？大陆人对大罢免的态度现在就是，你说你不是中国人是吧？你不是中国人是吧？你走两步，你走两步，你继续大罢免，你继续大罢免，你走着走着你就忽悠钱了，你这腿脚你就告别自由民主了。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这个利呀是利益的利，不是力量的力。反共是一门什么生意呢？是一个一鱼三吃的生意。坑地纳税人养肥猫，一个是坑美国人，给美国输送非法移民，浪费纳税人资金，也加剧美国人冲突。他也骗中国人，这个是2014年2月26号的。你注意，叫做申请避难的华人，大多数都会说自己被计划生育结扎，因为信仰基督教和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遭禁组织遭受迫害。美起诉中国人帮助庇护制造者，他们说申请人都自己称被强迫堕胎，或者说自己是法轮功成员。我们澳大利亚是直接把这个口子给堵住了，就是我们基本上就不再怎么接这种法轮功的这个庇护了，因为我们有过几个法轮功在楼顶上大闹拘留中心的情况，然后就堵下来了。整个海外真正没有在做民主运动，这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之父魏京生说过的话，在中国民主海外联席会第14届会议说的话，叫做美国的难民尽管做，中国人能够利用美国的法律留在美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移民那个小组也是和我说，每年能有这么多名额也得批得出去，与其不知批给什么人，那么批给你们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坏事嘛，让你们挣点钱养活你们民运也挺好。这个诈骗产业链就是台湾人整个获得整个这些消息的这个根本的来源，它是个海外的反共艺术表演的产业链。所有的这些什么中共多么多么恐怖，这些东西都是骗洋人的，然后也骗了，现在开始骗台湾人，然后这些机构，这些我们中国人最看不上的机构，被民进党当成一块宝贝供起来了吗？下面这个人你很熟悉吧？这个人我跟你讲啊，这个人旁边的那个人叫做电力健，他是中国现在在海外政治庇护里面最年轻一代的政治庇护操盘手，天天在中国领馆外面喊口号。八炯真的也被骗了，他们交给了八炯一个东西，叫做他是正中
南海的青床司，我相信这些诈骗集团肯定没有告诉他说是中南海青床司指的是政治教犯和诈骗犯，他自己也被骗了。这个是八炯和人蛇集团的一个成员的合影。这个易碎军后面这个人，他是引诱大陆著名的跨性别罗可可出境申请政治庇护，然后申请出境的时候，易碎军明显是反共的。整个中国这种跨性别政治庇护的产业链在海外抹黑我党，涉及到各种性侵、滥用药物，就是身份盗，但是海外没有人报道。我给无国界记者，我给端传媒、台湾媒体的报道者曾经授予过一个报道中国人，他未成年人在泰国进行跨性别手术的时候能够身份证件盗用，就2个人用同一个身份证件，是一个假的身份证件。台湾的报道者就把这个报道出来完了之后，大陆所有的跨性别全部都在效仿，他们说郑蓝军反攻大陆是吧？根本就不是，是人蛇集团和贪污犯反攻大陆。梅凤杰这个人是八炯采访过的，叫满洲国总理梅凤杰。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前段时间北京人民法院执行的工作人员2025年6月份曾经卷走了上亿人民币。6月份啊，就你知道现在6月还没出去呢，现在这个人就已经坐到了梅凤杰旁边了。然后你就看什么窃国盗窃案，日美欧盟多国介入，感觉有没有民进党那个味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外的，就八炯一直都在合作，他们都干什么事？海外的这些所谓的民主运动分子啊，有长期的把诈骗犯包装为政治犯庇护室。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赖昌星，他是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要犯，然后他就是满国国会议长盛雪女士，是从2000年开始的。然后下面一个人是郝丹，这个人他是一个 P2P 的负责人，是由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组把他变成了主席，在今年就为了给他办政治庇护，他是骗了3亿元，是骗的都是把老百姓的钱。然后下面是白彬，白彬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下面李传良就更有意思，他是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超31亿元，由中国援助的木西丘牧师包装成中共镇压的受害者。真的是关心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吗？就是行动的相关的帮助啊，他们在内地很需要这些服务。我说我来自中国，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你们中国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从那一刻开始啊，我知道他们的公民社会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就是他们对中国人的敌意真的太大了，被八炯评为模范。当时不是有人回中国，八炯跟闵兰郎在那儿，然后拉了一个陆配，说这个人是我们标准的陆配，他是个男的，他就很热爱自由民主，但是那个人被花园判罚了1年的有期徒刑。什么原因？好像是因为名誉侵权。就是中国的特别有名的一个叫李老师，不是米老师。其实国内的一些人权行动，就是说我们相互之间都是有配合的，但是就是2025年他去了台湾之后，他跟华人民主书院接触了，后面的投稿哪怕有事实上的错误，哪怕是当事人当时就在警察局被询问，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发出的消息不够准确，不管就还放着。有一个情况是当事人骂他，就说我这个东西没有授权，然后得到了200-300转，然后在推特上，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删了。他是在推特上面大量的海外的，尤其是大陆人的追踪，过去是真的非常关心所谓大陆的一些人权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些事情呢，说实在，八炯啊，他根本搞不清楚这里面的深浅，对他来讲，他也不愿搞清楚，也没能力搞清楚，也没有什么搞清楚的意愿。对八炯来讲，只要他看到你觉得你是流量，他就会去弄，他不在乎那些543的。台湾经过这几年的政治发展是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变化的，包含国民党都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有些既有的架构还甩不掉。在这个民进党执政第9年，接近第10年了，最大变化，比如说国民党来讲，它变成在我们立法院里面，它是最年轻的党团，年轻的这一辈大部分跟我年纪差不多，甚至略小于我，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西式的 democracy， 就是它会有很多激荡，还有很多讨论或很多作战，也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表演。假人设还有里面是生意，可是大家就要想一个问题，这些更多发生在民进党身上，有政府的税金收入，有各种国营事业，所以他们可以标案标，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叫最有利标，送一大堆钱，所以他们会发生很多。发自内心对台湾的一种真切的感受是，但台湾也是个 Anarchy 啊，那个 Anarchy 温系不哇，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绿营哪里关心中国民权啊，绿营哪里关心民主自由啊，赖清德哪里关心什么台不台独啊。他只关心他的权利，他只关心他权利背后所带来的金钱，他只担心他权利金钱所带来的威势。
台湾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了，不然不会在2024年送给民进党一个大败。但我们台湾人其实自己也很清楚啦，就是真正愚蠢的那3成到4成，那真的是蠢到不行，真的是井底之蛙。你尽量骂，我不承认他们台湾人，他们最好离开台湾。如果你看全面的话，它其实是反共的生意的权力结构，就是最外面其实都是一群韭菜奴隶，或者说是那些过劳的劳工，就真的就是台湾上街那些天天在你们街头游行，但是执政党什么都不改，然后各种挡法案的人，在海外也是一样的，就是民进党最中心，它整个的权力结构。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话我特别有感触，其实你那一句话，中国人一句话就行，就台湾的改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历史这么多年，其实就这么一句话，有变化。我也是因为有变化，所以我才站出来，愿意把这个材料给你嘛。为什么两岸都是？我觉得文化上的中国人应该是各地的底线，因为其实大家的结构是一样的，上层都在用意识形态忽悠人，中层大家都在做生意经，下面大家都在当韭菜。我们中国人是韭菜本菜，然后民运是抗争韭菜，法轮功是宗教韭菜，然后台湾是民主韭菜。典型的就是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陈菊，以及许明春、谢宜荣、何佩珊、许传胜，他们这些人都吃饱饱，然后到最后都能谈是无性工程师，叫目的良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很多话都一样的，绿能你不能。